菲律宾如何疯狂扩张其领土，甚至不惜要挟美国，要求美国承认沙巴州是属于菲律宾的领土。这疯狂的主张让马来西亚上下都坐不住了。他甚至还提议以沙巴州作为交换，要马来西亚支持他所谓的南海仲裁案。2020年7月27日，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发了一个推文，表达了他们捐赠了500个卫生包给予从马来西亚沙巴州返回菲律宾的人，而文中有沙巴 Malaysia 这样的表述，这让菲律宾外交部长很恼火，公然呛美国使馆，并纠正美国使馆说沙巴不是马来西亚的。如果你们美国还想和菲律宾维持良好的关系，也就是盟友的关系，就必须承认这一点，沙巴不是马来西亚的，并要求美国驻菲律宾使馆马上修改他们的推文，就把沙巴 Malaysia 换为沙巴菲律宾。但你猜美国有服软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美国毕竟还没无理到指鹿为马，而且沙巴属于马来西亚已经是国际共识了，联合国也承认，所以没有理由为了菲律宾一个无理的要求而无故开罪马来西亚及其背后的伊斯兰势力。所以美国的立场还是很坚定的，直到今天该推文依然还在，而没有进行过任何的修改，依然标注为沙巴 Malaysia， 嘿嘿。当然，他无理的主张也引来马来西亚时任外交部长的反击，写道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言论，影响了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两国间的关系，并补充说道沙巴州是并且永远都会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此外，马来西亚时任外交部长西沙穆丁还强调，马来西亚政府将在2020年8月3日召见菲律宾大使来抗议此事，而时任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也不甘示弱，随后也表示菲律宾将召见马来西亚大使来进行抗议。他还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告诉另外一个国家他可以说什么，什么不能说，没有国家可以对另外一个国家合法宣示主权的言论随意置评。不过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不懂美国内心是怎么想的，因为他才刚教美国该怎么做，现在又来教马来西亚该怎么做。另外，菲律宾国会委员会也提出要将沙巴纳入菲律宾地图，并印在菲律宾护照上。此消息一出，立刻成为马来西亚的头条新闻，直接在马来西亚国会炸锅。而有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建议，一旦发现有人持有带有沙巴图案的菲律宾护照试图入境时，将一律驱逐出马来西亚，以进行反制。而马来西亚官方也再次做出强硬表态，表示任何暗示不合时宜的主张的言论都将被视为对马来西亚不友好而被拒绝。马来西亚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一方对沙巴的主权要求。那你现在或许会好奇，为什么菲律宾会染指沙巴呢？难道沙巴过去是他的吗？菲律宾在1946年独立，而马来西亚联邦是在1963年才成立的，所以菲律宾比马来西亚成立早18年。当菲律宾独立时候的领土并没有涵盖到马来西亚的沙巴州，不然早就一起独立了，哪里可能会等到今天？根据菲律宾独立宪法第1条曾阐明，其领土是由3个条约界定的。第1条则是1898年12月10日美国与西班牙缔结的巴黎条约，第2条则是1900年11月7日美国和西班牙在华盛顿所缔结的条约，第3条则是1930年1月2日美国和英国缔结的条约。这3个条约界定了菲律宾独立时候的领土界限，包括领空、领海。不争的事实是，3个条约里都没有包括马来西亚沙巴州。然而，菲律宾于1973年修改了宪法，并删除了第1条的3个条约的字眼，以笼统的历史性权利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字眼来取而代之，这为菲律宾模糊化其领土界限和无限扩大其领土提供了法律的依据。而这时，马来西亚早已成立。随着菲律宾贯彻模糊的领土界限政策后，让他有那个资本向南中国海地区提出主权伸索。关于南海复杂的主权归属，可以来看我之前关于南海到底是谁的作品，看完你就可以搞懂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我频道找也行。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我会每周更新哦。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新加坡和吉隆坡当年都是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威胁，为何最后选择驱逐新加坡而保留吉隆坡呢？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频道找也行。菲律宾为了拓展其领土，历史上曾用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办法，包括1956年菲律宾公民 Thomas Kloma 率领几十人登陆南沙群岛的数个岛礁，然后宣布发现了无人岛，并建起了新的国家自由地。菲律宾政府则暗地里支持这个 Thomas Kloma。到了1978年，菲律宾总统马可斯颁布总统令，把 Thomas Kloma 所占据的岛礁纳入菲律宾的版图。但是全世界除了菲律宾自己坚持此主张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家承认菲律宾的荒谬主张，这包括菲律宾对沙巴的主权要求。这次美国大使馆的态度就已经清楚打脸菲律宾了。除了美国，联合国也承认沙巴属于马来西亚的一部分。1963年8月，由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委任的调查小组来到了沙巴进行调研，而调研的结果显示，大部分沙巴当地人民都支持与马来半岛、沙拉越、新加坡共组马来西亚联邦。所以在1963年7月9日，在伦敦就签署了马来西亚协定，马来西亚因此正式成立。当然，不赞同马来西亚成立的，除了这个菲律宾，还有印尼更是直接出兵入侵，结果被英联邦的多国部队给击退了。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段历史，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去看，或等下来到频道找也行。当然，我知道有些观众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当时菲律宾那么傻？当初如果选择和印尼结盟一起干不就好了吗？事成之后在印尼分一块沙巴给他，应该不过分吧？历史上苏禄王朝也是这么干的啊，才夺得沙巴呀。沙巴州在1500年时由文莱苏丹国所统治，到了1658年，沙巴被割让于苏禄苏丹国，以报答曾经帮助文莱苏丹国平定内乱。过后苏禄王朝灭亡，领土大部分被划入今天菲律宾的版图，所以菲律宾认为自己是苏禄王朝的继承者，因此要恢复沙巴的主权；而印尼则认为自己是芒哲波伊帝国的继承者，要恢复芒哲波伊帝国当年的版图。所以这两家生索的领土范围是有一部分是重叠的。印尼是索取整个婆罗洲，包括沙巴、沙拉越还有文莱，而菲律宾只是索取沙巴而已。如果今天沙巴不在马来西亚联邦里，而在印尼的手里，菲律宾也会向印尼发难。因此判定他不是故意针对马来西亚，他是对事不对人。而就算当时菲律宾和印尼联手，估计也打不过英联邦。以菲律宾当时的军力，最多只是当个炮灰罢了，帮不了印尼什么忙。就算是以现在2022年的全球军力排名，菲律宾也是排在全球的第51位罢了，还落后于马来西亚。印尼全球军力排名第15名，都干不过英联邦，本土差一点就被炸了。还好当时苏加诺被政变下台了，改变了对抗策略，不然后果可想而知。更荒谬的是，此前有一位菲国资深媒体人披露，菲律宾外交部在2015年3月16日向马来西亚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出了外交照会，表示菲方有意对两国之间的沙巴领土争议降温，以换取马来西亚在南海仲裁案上对菲律宾的支持。不过，时任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尼法则表示，马来西亚不承认菲律宾对沙巴的主权伸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谈判的空间。你看这操作，先来炒一波，搞到国内民族情绪高涨，再来拿这个来作为交换，让马来西亚支持他的南海仲裁案，你认同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如果觉得学到东西的话，欢迎你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那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有任何意见的话，在下方留言，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如果你想看印尼如何吞并东帝汶的全过程和东帝汶最后如何走向独立，可以来到我的频道看之前的作品。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订阅哦。